大家好，这几天的烈日呢，应该已经很有感觉到阳光的压迫感，而此处得天独厚的是地势相对比较高啊，这可以解决遇到雨季时呢下方土壤湿黏的问题，也可以省掉垫高土壤的麻烦啊。不过有得也有失啊，就是得多想办法把水引上来之外呢，也要有便利浇水、不需要人工浇水的省事方式啊。因此也就慢慢来，只在比较凉爽的时间呢，才进行慢慢修改种植空间，而配合此处的石柱搭设棚架，上方种植攀爬类作物，降低日照也是设定的目标。由于这棚架原本搭设的方式是有需求就叠床架屋，不断堆叠搭上去了，因此看起来相当繁杂之外，实用性也不好。另外，棚架旁的角落，在新整地的种植空间也出现最常见的情形啊。角落的位置通常也就是习惯堆叠不好处理的材料。拍摄下来的目的是方便慢慢思考空间规划。另外，这些躺在地上的石柱材料有一定的重量啊，最好可以一次到位，而不是采用类人的4摆进行调整。在棚架拆除完毕后，空间感觉清爽了不少。不过地上这些木头呢，又得多伤脑筋了。至于地上掺杂生长的杂草，除了咸丰草与龙葵之外，还有一些青草茶的草药。要快速进行清除的方式，就是设立堆草槽。就近挖出凹槽后，就可以多出堆放杂草的空间，也可以顺道进行养地啊。第一阶段清除掉杂草之后，得把这些没有培土的青葱进行移植。这些虽然已经种植很久，茎部也变粗了，但是因为没有培土的原因，导致葱白很短。简单进行分株后，移植到下方的第2区啊，这算是第一次将青葱种植在湿黏垫高后的土壤上。接着来移植种植在有点挡路地方的茄子，据说这是比较好吃的胭脂茄啊。虽然叶片长得不怎么样哈，但却已经开始长茄子了。因此挖掘的时候就当成是在移植树苗。根系带起的土壤多一点，要存活就不是问题。当然，茄子的野性也很强啊，就算没有浇水，也很容易存活。只是长出的茄子缺水的时候会比较不细嫩。过往总是跟隔壁婶婶说，要吃自己来拔，但这样的说法却很难被接受了，所以采用更直接的方式，好人做到底，直接移植到他过来这边种植的菜地啊，让他自己去照料，就不会不好意思拔了。也刚好他说呢，有买了2颗茄子苗来种啊，
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品种，怕种到不好吃的品种。OK。而这小菜地的青葱也是之前的布局啊，除了想改善土壤，也方便它自行管理，因此才会中间预留下一块空间。而前方的茄子叶片看起来油亮亮的，现在补上的茄子苗有点相形见绌啊。而这已经开始长茄子的茄子苗，因为带起的土壤比较大块，移植的过程真的是很像在种树啊。一旁的青葱虽然长势还不错，但是挖掘的过程感觉这土壤状况有点贫瘠，感觉很有调整改善的空间。这一旁没有拍摄到的豇豆呢，因为土壤有额外添加种植菇类后的溶土啊，土壤状况比较好之外，但是据说因为土壤变得疏松，比较会吃水啊，这位置得进行清理一下杂草，会更方便取水。小黑。影片最后呢，这是从传统市场买的苦瓜，正在进行取种。去买菜时有点被吓到，现在的菜价怎么还这么贵啊？才简单买个3样，竟然要300块啊！看来还是自己种比较不用管菜价。一颗苦瓜可以取种的数量很多啊，只是邻居说呢，买苗种的话长出来比较漂亮。不过要确保外观的话，苦瓜一定得进行套袋。苦瓜只要被果实蝇叮咬，通常就很丑，甚至长不大，更遑论要白白亮亮的苦瓜了。以上种植插曲分享，谢谢收看。